这个是定制的一个那个铝的进气管，然后它外面这个是隔热材。对对对，最主要它是就是去减少引擎室的高温对于它进气温度的影响，因为没有要到可能 Stage 2的阶段，那集气箱的部分我们就沿用原厂。是白配黑，对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痛，对，很容易去跳出它的色感。真的有味道，还是有味道，还有动直通还是有，对对对，还是会有直通的效果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。哇，今天又来到河滨公园，然后刚好今天要拍的系列又是车友改什么系列，不知不觉车友改什么系列已经拍了30几集了。那其实当初拍这个的目的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车子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升级。今天刚好邀请到这位车友，听说他前一天从台中来，厉害了。而且不知道这个是 ST Wagon 吗？还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阿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叫他给你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一个绰号叫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很怕叫错，我就想拿给你的，给你的。哦，对，给你，就是给你。我是阿林 ，OK， 好。这台是 ST Wagon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车距对不对？认识的，对。7月初一个车距，然后刚好遇到他，那时候我们都还没见过面，对。然后刚好聊一聊，然后刚好他也有兴趣拍自己的爱车，对，就分享一下。ST Wagon 2020，外观套件的部分就是选用那个雅维克，然后就是选正碳纤维下去做搭配。他们说这个叫什么风刀是不是？对，风刀很帅哎。OK， 然后前定风翼，对，前对不对？有没有磨过啊？有。你看它下面已经有跟战岁月的痕迹了。其实我车高没有降啊，可是因为 ST Wagon 它本身的车高就比较低一点点啊。那其实进出有的地下是比较不友善的，一定会遭。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台湾很多这种。听说你引擎室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进气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进气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定制的一个那个铝的进气管，然后它外面这个是隔热材。对，最主要它是就是去减少引擎室的高温对于它进气温度的影响。对，那它其实是跟那个 MST 的一个这个管做连通，因为这个管是一路到下面。理解，让温度不要去影响到进气的。对，因为它本身其实大家也知道，这款车的那个温度很高。对，为了让它可以进气温度可以再低一点，因为没有要到可能 Stage 2的阶段那集气箱的部分我们就沿用原厂，是把它换成一个 KN 的那个高流量。所以你目前是写一阶。那马力上呢？马力上原厂是280匹嘛。对。那在做完进排气的升级，然后 Stage 1写完之后，目前是340匹左右。340。对，踩起来很有感。很有感。哇塞！然后引擎室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有装拉杆，对不对？对 ，Harris 的引擎室拉杆，去增加那个跑山过弯侧倾，是不是？对，侧倾的一个稳定性。听说你这里面还有什么？GFB， 然后跟火星塞的强化。火星塞，我们先讲火星塞好了。最直觉的差别应该会在于怠速跟它引擎运转的一个顺畅度，因为我们选用的是那个了合金，那比原厂的号数再更冷1号。那它主要是让它可以在写完电脑之后的一个点火反应，对，可以更直觉灵敏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有提到 OPF， 对不对？对 OPF 跟 GFB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OPF。OPF 的话，其实因为它现在6期环保的车，对，除了原本的当派以外，对，那等于它会有第2段去过滤原本排气、废气或者有害物质的一段，第2段触媒，有点像触媒。对，那其实，在柴油车他们也有叫 GPF， 那其实汽油车的部分就叫 OPF 比较多。对，那 OPF 它会，我记得它有一个专业名称叫什么过滤子什么捉气。OK。对，那它会造成在排温上很容易聚热，然后再来就是声浪会出不来，因为塞在那边。对，它就会让你
大家说的是鼻塞啦，鼻塞就多一层口罩嘛，对，没办法那么顺利的呼吸。因为6期环保的状况下，它是2层去保护。理解。对，为了符合台湾现行的法规，锯掉目的是第一降排温，让排气更顺畅。那第二的部分是释放原厂它应有的一个声浪。对，声浪有差，声浪有差。对。那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 GFB， 对 GFB 的话呢？GFB 它是因为原厂其实它就有泄压的装置，那其实它原厂的部分是做内泄。内泄。对。那 GFB 我改成就是它会外泄的部分。那第一，它除了会有声音当然是附加的。对。那再来就是它会让那个涡轮反应会更好。更好。对。所以 GFB 它是会那种踩，然后放会有。对，类似那个 Subaru 的那个声音，会这样。等下试一下。OK。然后我比较好奇，你当派有没有改？当派有改直通还是直通全直通？对。你当初会有选择，因为像我知道有蛮多车友是200目跟直通再去做选择。我当初也是。你也是？对。因为200目说实在是为了要兼顾环保法规跟日后的验车啦。那再来就是因为原本有一个迷思是全直通怕太凶太臭，可是后来因为也询过很多店家，那也跟帮我改装的店家做很多讨论，那后来想说既然要改了，对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直接直上全直通了，对，去释放它原本应该要有的马力。侧面有一个蛮厉害的东西，我们先从框好了。好啊，框还记得吗？框的部分是 Stancer 的18寸，那它是 ET43的部分。ET43。对，那个这一支部分不变，沿用原厂的那个配胎，目前还是 PS4S 的235。对，235/40/18。对，我目前规格是把它改成18寸。我突然觉得奇怪的点，你原本应该是19吧？对，原厂是19。怎么改18？因为我有小朋友要载，对，它其实也是一台保姆车。对，那兼顾日常的一个通勤跟舒适性，因为19其实我们坐下来都觉得它还是太跳了。是啊。对，那18我们觉得它在一个抓地力其实不会折损很多的状况下，因为我胎面积其实没有减，那在它尺寸改小而已，对，日后的经济效益啊，或者是它的一个舒适性，我觉得蛮所以是有差的。对，这该不会是 Brembo 的Lear One 嘛？哇，因为因18寸圈的部分，它的碟盘部分我们就只加大到了355的。OK， 这是几活塞的卡钳？6活塞的卡钳。OK。那搭配后面也是，后面也有嘛？对，后面的部分是用那个 HH7的355加大碟，也是355。对，可是刹车系统的部分我们就是暂时还是沿用原厂。来鳞片没改，这样子会不会前面比较重，后面比较轻？会有一个？目前试下来是还好，但因为其实我这台车日常通勤的成分很少，对，出油才会开，所以里程数还很低。那目前还在试它整个一个前后搭配的状况，看有没有需要。可能在日后会升级它后面的来鳞片。对，因为目前我觉得后面算是堪用了，而且在加大碟的一个加持下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尾翼也碳纤维。对。不过白车配碳纤维还不错看。人家说白车是最好改，因为它可以显现出改装品的一个特性。那其实白配黑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痛，很容易去跳出它的色感。那其实我本身很喜欢碳纤维。你喜欢碳纤维？所以我就想着说，其实它有一些亮黑的元素了。对，像窗框的部分，我就是上那个亮黑的套件，因为原厂是胶框嘛，比较没那么好看。对，那其他套件的部分就选用碳纤维再去做点缀。全车白就是黑。这个你是改尾段吗？尾段没有动，中尾段目前还是原厂的。对，所以这是尾试管。对，我们是套尾试管上去的。我比较好奇，你当初没有考虑过换全段吗？全段有考虑过。那后来中尾段也有考虑过。那经过各项评估之后，因为我不想要它声浪，或者是一个音频的状况下不是自己喜欢的。对。怕太扰民，或者怕太抠底。对。那所以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它原厂的声浪，原厂声音就还不错，原厂还不错，其实蛮沉的啦，也蛮有质感的。
他想说，那单块改完之后去试乱看看好了，觉得还不错，够用。对，目前还是沿用的状况下。对，那因为也不要让它太长。是。OK， 所以这大概就是你目前去除那个 OPF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直通单派，然后中尾沿用这样。既然刚刚讲到声音好像还不错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听听看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上路 ，Let's go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要展示泄压法，对不对？有呢。好。真的有味道。还是有味道，还有动，直通还是有，对，还是会有直通的效果。外面听，我觉得跟我过往拍的 1.5 的声音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它本身排气的声浪，我觉得蛮好听。对。你会觉得共鸣很严重吗？还是还好？不会，因为其实当初中尾段没有这么急着换的状况下，也是因为怕那个产生共鸣，然后跟高速公路可能它会嗡嗡叫这样。对。那你在没有更换，然后它声浪够的状况下，其实对。不会有共鸣，反而声浪很舒服。哦，现在是 Sport 模式。哎呦喂！那它在手排模式下就是会触发那个。刚刚那个就是 GFB 嘛，对不对？做泄压的声音。因为它会把那个涡轮所集到的气的压力往外放。对。有，砰！哇，太过瘾了吧！所以我说，其实它整场声浪就其实蛮够用的。其实这样就很够，对不对？不用到换全段哈。换全段其实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必要。没有这么必要哈。对，因为我们不会到太可能跑赛道或者太激烈的驾驶。阿玲，他从台中对不对？对。前一天从台中来。对。太有心了，刚好上来玩了，刚好上来玩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啊，其实也不是跟大家炫说改哪些，对，是单纯分享。对。好，因为有些车友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改。对。那有时候透过这个影片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说，改哪些目的是什么？对，大概比较有个方向。我们不是改装，我们是优化。对，优化。那目前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吗？就是车子在使用上？目前是没有，只有遇过就是六角锁通病。这好像是通病。对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其他没有，目前没有。那其实还不错啊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啊，里程也还低啦，3万多，3万多，2020开到现在3万多 ，OK。对。好，那今天感谢我们给你的分享，好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大家对于这个升级改装上面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Apple Pie Mini Evo 跟 Ultra 好评不断，车上看影片、Netflix 等必备。Focus MK4 0.5可使用，只要插上机子，完全不破保固。脖子车友团购优惠中，取货再付款无压力。产品请见下方资讯栏。